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份，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资料哦，哦，是什么样的资料啊？是一个叫做旧梦咖啡 （Old Dream Cafe） 的一个构想。我们手边有它的企划书，还有一些网站上的摘要介绍。旧梦咖啡，诶，这名字听起来就有点故事感。对啊，所以这次我想跟你一起来拆解一下，看看这个旧梦咖啡到底想打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他打算怎么把那种怀旧的情感跟现代咖啡馆的经营现实把它们结合起来？嗯，你可以试着想象一下，如果你是比如说正在评估这个案子的投资人，或是想合作的伙伴，哪些部分会让你眼睛一亮？那又有哪些地方可能会让你稍微停下来想一下？OK，这个构想听起来确实不只是开一家咖啡店那么简单。没错。从这些资料的描述来看，它描绘的其实是一种精心策划过的体验。体验。对，这其实触及了现在消费市场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转变，就是说，越来越多人渴望的不只是商品本身的功能性，像是咖啡提神这样，而是更想要一种感觉，或者说一段特别的时光，甚至是一个能引起共鸣的故事。那这个旧梦咖啡看起来就是想在我们这个步调很快的城市里面，去carved out，去弄出一个让人们可以而且是愿意慢下来的一个空间。慢下来。企划书一开始就点出，它的核心是复古怀旧的氛围嘛，目标是要成为城市里的时光角落。时光角落，然后网站上那句 slogan，在旧时光中酿造新故事，我觉得蛮点题的。这句话写得不错。这跟我们很熟悉的那些连锁咖啡品牌很不一样，因为后者大部分是强调效率啊、便利性啊。对，拿来就走。对，但旧梦咖啡反过来，它强调的是那个时间感，还有情感温度。他也提到说，要成为一个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空间，希望能够唤醒大家尘封已久的美好回忆。听起来气头心很大哦，是蛮大的。但也让人有点好奇，就是这种比较感性的诉求到底要怎么落实啊？这个正好就连接到一个蛮重要的市场背景。企划书里面有观察到，现在的咖啡消费已经从过去比较单纯的所谓功能性需求，像是提神，慢慢转向更复杂的体验性需求。也就是说，大家开始追求一种生活风格，或是社交的互动，甚至是一种情感上的归属感。生活风格。对，这跟我们常听到的所谓第三波咖啡浪潮其实是互相呼应的，就是消费者越来越懂得欣赏咖啡本身，把它当成一种工艺品，开始去讲究它的产地啊、豆种啊、烘焙方式、冲煮手法等等。OK，所以为了回应这种趋势，旧梦咖啡就提出了3个核心价值，哪3个？就是怀旧温度、人文交流，还有品质坚持。怀旧温度、人文交流、品质坚持。听起来是希望透过情感上的共鸣，然后建立一个可以交流的平台，同时也提供很专业的咖啡，用这3点来打造自己的独特性。对，这3的支柱可以说是构成了它的品牌基础。但这里有一个我觉得蛮值得玩味的地方，就是说这种高度侧重体验跟情感连结的定位，最终要怎么有效的转化成可以持续下去的商业价值。对，现实问题。这就不只是情怀了嘛，更是经营的现实。对你来说，这种比较抽象的非物质层面的价值，是不是真的构成足够的吸引力，让你愿意掏腰包，甚至变成常客？这或许是所有想打体验牌的品牌都需要好好面对的考验。这就要看他锁定的目标客群买不买单了。他们锁定谁？企划书里面描绘的轮廓，我觉得还算清楚，主力是放在25到40岁的青年族群。主力客群。对，同时也想触及到大学生，还有更广泛的那些文艺爱好者。OK，这些人的标签大概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文青啦。哦，文青。对，他们本身可能就对咖啡有兴趣，也比较偏好那种带有怀旧感的氛围。还有一个关键特质是，他们是社群媒体的活跃使用者啊，爱拍照打卡那种。没错，喜欢在 IG 啊、Facebook 上分享生活、拍照打卡。了解。那从生活形态来看呢？生活形态上，这群人通常向往所谓的慢活。慢活。对，比较重视生活的质感，而且乐于参加各种艺文活动。那在消费行为上，他们通常比较愿意为了独特的氛围和体验，去支付相对高一点点的价格。哦，大概多少？企划书预估客单价可能落在200到350元新台币之间。哦，200到350。对，这在独立咖啡馆里面算是中高价位了，对不对？确实是。这也暗示了他们对品质跟环境是有要求的。企划书还有一个观察点，他提到目标客群里面女性的比例可能会稍高一点。哦，为什么？推测是，可能女性消费者在选择这类空间的时候，往往会更注重整体的氛围营造，还有那些美学上的小细节。这倒是蛮有可能的。这个观察对后续的行销沟通可能也是个参考点。对，那了解了想吸引谁之后，接下来就要看他们打算怎么样在市场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市场定位很重要。企划书分析了台湾的咖啡市场，年产值超过800亿，喝咖啡已经是很普遍的习惯了。是啊，市场很大。但这也表示竞争超级激烈，特别是在都会区，连锁品牌跟独立小店到处都是。没错，很卷。虽然很多店都走那种文青风，或者标榜自己是精品咖啡，可是风格同质化的现象也确实蛮严重的。真正让人印象很深刻、有非常强烈主题性的，好像并不多见。这倒是真的。很多店感觉，有点像。所以旧梦咖啡它的差异化策略就显得特别重要了。那他打算怎么做差异化？企划书提了几个方向，首先是深化它的品牌故事，紧扣住旧梦这个核心概念，用很多怀旧啊、记忆啊这些元素来塑造独特性。用故事来包装。其次是打造一个沉浸式的空间氛围，它打算结合复古工业风跟一些文创展演，让顾客来这里不只是喝杯咖啡。沉浸式体验。第三，连那个产品命名都要有巧思，让饮料啊、甜点啊都带上一点故事色彩。这个有趣。最后就是强调文化连结，透过办一些展览啊、音乐活动啊、文学相关的活动，来提升整个品牌的文化内涵。OK， 这种主题先决、主题非常强烈的策略，在一个已经这么拥挤的市场里，算是一个有趣的赌注。赌注？对啊，优势很明显，如果成功了，可以很快建立起非常鲜明的品牌形象，还有顾客的忠诚度。但风险也很明显呐，主题性太强，会不会反而限制了客群的广度？或者说，当这股怀旧风万一退烧了，这个品牌是不是还能维持它的吸引力？这倒是个问题。这就需要非常细腻的操作了。你觉得呢？要怎么让怀旧不只是一种短暂的流行，而是能持续引发共鸣的品牌核心？这确实是个挑战。或许就要看它实际呈现出来的那些产品、服务，还有空间的细节够不扎实，能不能超越只是表面的风格。我们来看看它具体的规划好了。在饮品餐点方面，他们规划了那种强调风味的精品手冲咖啡。手冲是一定要的。也有经典的意式咖啡，但会搭配像时光拿铁这种有故事感的名字。时光拿铁。还有一些特色特调，像是初恋布丁拿铁，还有午后情深，听起来就很有画面感。哈哈，名字取得蛮梦幻的。甜点情食也强调怀旧感，比如说手做布丁、老派的乳酪蛋糕，然后取名叫什么梦里焦糖之类的。梦里焦糖 ，OK。网站上还补充了一些品项，像维也纳咖啡啊、花茶、红丝龙蛋糕，还有一些咸食，像帕雷尼啊、意大利面呐，看起来是希望满足不同时段的用餐需求。品项还算多元。那除了吃的喝的呢？除了餐饮本身，文化活动跟周边商品也是规划的重点。企划提到会利用店内的空间办一些小型的展览，跟艺术家合作，也会办读书会啦、讲座啦等等。想做成一个文化平台。对，
看得出来有这个企图。然后周边商品也紧扣主题，像是咖啡豆会附带故事小卡，哎，这个好。挂耳包设计像复古信封的样子，还有马克杯、海报，甚至还规划了叫做旧梦礼盒的礼盒组。哇，周边产品线也想得很完整哎，这种做法是希望把品牌体验延伸到店外嘛，同时也能创造额外的营收来源。没错，而承载这一切的核心，毫无疑问就是那个空间设计了。空间是关键。企划书描述的相当细腻，定调是复古工业风结合文青怀旧，但他特别强调要做到旧，但是不旧。旧而不旧，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既要有那种岁月的痕迹，但同时也要保持舒适感跟现代感，不能让人觉得是真的破旧。这个平衡很重要。从入口开始就要营造一种故事感，用复古的门面啊、老物件装饰啊，像是留声机、打字机之类的。营造氛围。把台设计成开放式的，用深色的木材搭配铜制的灯具，要展现那种职人的专业感。座位区呢，则规划了多元的形式，有长桌、单人座，还有沙发区，满足不同客人的需求。蛮贴心的。那氛围的营造呢？光靠视觉够吗？不止。除了视觉风格，企划还规划了主题墙、小型的展演区，甚至还有一个小舞台。哦，还有舞台？对，听觉上会播放爵士乐、蓝调，或是现在很流行的 Lo-Fi 音乐。音乐品味也很重要。嗅觉上，除了咖啡香，还可能搭配一些木质调或檀香之类的气味，试图去创造一种多感官的沉浸式的体验。哇，连气味都考虑到了。甚至还设计了一个旧物收藏架，摆放老相机啊、黑胶唱片啊这些东西，然后鼓励大家拍照打卡。哈哈，这个就很明显了，完全是针对目标客群的社群习惯设计的。对啊，整体来看，这是一个高度策展，就是 curated 的一个空间概念，好像每个细节都是为了强化旧梦这个主题服务。听起来规划得非常细致。是啊。不过，这么一个精心打造的空间跟概念，要怎么样有效地把它推广出去，并且确保能够长期的营运下去呢？这往往是理想跟现实碰撞的地方了。没错，这就进入了行销跟运营的实际操作层面了。企划书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叫做氛围即品牌。氛围即品牌。对，意思就是说，这个咖啡馆本身所营造出来的独特氛围，就是它最强大的行销武器。那这就需要从内到外都维持高度的一致性。一致性。首先是视觉识别系统，就是 CIS， 从 logo、字体、颜色，主要是深棕、米白，还有点缀的铜金色，一直到菜单、杯套，甚至是员工穿的围裙，它还指定要棉麻材质，都要贯彻那种复古温暖的调性。细节控。那线上线下的推广呢？线上跟线下的策略也规划得蛮全面的。线上主要就是利用社群媒体嘛，IG 主要负责发美图，营造那种氛围感。FB 呢就侧重在活动的发布跟社群的经营。还计划要运用短影音，像是 Reels 或 Shorts， 去展示咖啡制作过程啊，或者店里那些很迷人的小角落，来吸引大家的目光。品牌官网就作为一个资讯整合、商品销售还有活动预约的平台。OK， 那线下呢？线下方面规划了要跟书店啊、文创市集啊这些进行跨界合作，推出会员制度来巩固熟客关系，并且考虑要举办一些社区活动，加深跟在地的连结。企划书还列举了一些具体的活动范例哦，比如开幕的时候可以办个回忆一杯，就是拿老照片来换咖啡优惠。这个有梗。还有定期的艺术家合作展览，季节限定的饮品，还有一个蛮特别的，叫做旧梦人物志的内容企划，